那个粗重的铁钉钉在他的手上，钉在他的脚上，那是何等的痛苦！那他所受的羞辱是何等大的羞辱？那我们就想到说，把我们的所受的痛苦，把我们受的羞辱，跟耶稣所受的来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受的胜不了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痛苦，承担一切的羞辱。所以，当我们在这10天的这个属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在信仰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要常常来思想：这位爱我的耶稣，他已经走完这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靠着他，靠着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拯救所以就是我们要常转来想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愁烦的时候、很困苦的时候，真的来转眼仰望耶稣。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转眼仰望耶稣》。那首诗歌的副歌的副歌是这样唱，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变为虚空。唱过这首诗歌吗？在颂主新歌里面，294首。这首诗歌里面，它歌词第一节说：“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吗？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当你越仰望耶稣的时候，这些事情就越不算什么。因为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神的荣光、神的大能充满了你，让你的信心就刚强起来。最后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接受神的管教，相信顺服神的管教。你看，在第5节以后，他这里到最后13节提到，就是说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他这里说，他是引用箴言里面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传手收纳的儿子。我们知道，这里提到所谓的管教，这个作者呢，他就只说出，就是说到基督徒在他的人生所碰到的这一些苦难，他把它认为是上帝的管教。那这个管教呢，我们说管教有2个含义，有2个含义。管教有2个含义。那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管教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有督责、责罚，有责备，而使人知道罪。那这个管教的含义呢，有2方面，就是说，神有时候为了处罚人的错失、犯错而使人知道回转，使人知道回转不再一直落入在罪里面。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神的管教有时候是一个试炼，而是一个试炼，是来熬炼人的心，让人的生命更加得到造就，更加得到成熟。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作者呢就提到说，我们所面对的，在当代的基督徒，就是会受到
为了信仰受到逼迫，受到苦难。但有的人是因为犯罪啊，所以他就提到说，上帝他爱我们，他必定会有管教啊。那这一切就是有他重要的意义存在。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爱之深怎么样，责之切。”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爱儿女，希望他能够走在正路啊，能够成器成才。当然，为他爱他，所以会管教。哦，那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他所重价赎回来，我们都是天父眼中的宝贝的孩子。所以他盼望我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得到主给他的丰富的恩典。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苦难，或碰到挫折，或碰到打击。我们要从上帝慈爱的眼光的一个心意来看，免得我们在苦难当中，或者在挫折当中，会失望。这里有提到说，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碰到苦难、碰到打击、挫折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应。这里提到说，有时候会难免灰心，灰心，有时候会自哀自怜，说是不是上帝不要我，会自哀自怜。有时候会埋怨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苦难，碰到这样的打击？但是这些呢，会让我们更加失去力量。我们如果从上帝的角度，他爱我们的角度，就是说，让我们怎么样？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叫我们不至于怎么样？远离了神。有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赛马那个马在奔跑的时候，那个主人在看这一只马，有时候偏了那个道路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让那个鞭子啪把那个马再打回来，走向那个路为了走在那个正路。那我们就想到，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苦难，有时候碰到一些打击，这一些呢，我们刚开始会很不是滋味，会埋怨上帝。但是我们就想到这里说，上帝管教我们，比我们的父母亲更加完全。那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是说，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益处。第一个是让我们跟神的圣洁有分，跟神的圣洁有分，就是让我们不在罪恶里面，就让我们离开了罪，回到神的道路上。第二个益处是什么？让我们说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让我们得到神的供应，得到主的平安。所以这是当我每个基督徒在面对苦难打击的时候，盼望我们要从上帝他爱我们的一个角度，为了让我们一直得着神他宝贵的救恩，走在他的道路上，得到主给我们的有主的平安有主的性那个圣洁的性情的一份。所以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上，我们要来接受顺服主给我们的管教。我们知道伊甸基金会的创办人刘霞姐妹，她的笔名叫什么？姓林子有些人不知道。她呢，你知道，她在小学的时候，她有一种病是什么病？类风湿关节。那她这个病症让她很痛苦，一直到初中，一直到长大，这个病症，但这是她这个病症，这是很折磨她那她靠着上帝的力量来克服这样的一种挑战她心里面也会有
也会有一段会说：上帝啊，为什么他这个病一直持守？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啊，他虽然有看过很多有人帮他介绍医生看还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从上帝的大能里面支取神的大能，他胜过这类似说这个关节炎的打击。你知道他写的什么书呢？写的喜乐年年。哎呀，你看他竟然能够写出其中一本书叫《喜乐年年》。为什么？他就是靠着主的大能，仰望主的大能，胜过身体上的这个痛苦，写出经历到主给他的喜乐，所以他体会到这样一个虽然是痛苦，但是更体会到神给他的能力，更体会到神给他的平安，所以更体会到跟他一样困难的这些残障的朋友的需要。所以他就创立了伊甸基金，帮助这些残障的朋友。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位作家刘小姐妹在她的人生历程里面，她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但是她仰望耶稣，她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人生这一切的挑战。他不仅他自己靠主得胜，他也怎么样激励了许多人，甚至我看了他的书，听了他的见证，自己很受激励说：主啊，感谢你，但是主用这样的人的生命来激励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相信，我们全心全力依靠主，仰望耶稣。必能成为一个得胜者胜过一切世上的苦难打击。神要借着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再次来思想，主啊，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或许有灰心的时候，我们或许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仰望你。主，你说仰望你的人必不致羞愧，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天仰望你，我们每天就能够重新得力，来为主而活，为主工作。谢谢主，求你圣灵的大能大的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有充沛的能力、充沛的信心，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